败战神指着中国小伙的鼻子怒骂，结果被打得满地找牙。这位将他暴打的选手名叫赵志康，他是来自山西的天才选手，他有5年的散打经验，之后还练习了3年的 MMA。他跟东北虎王关是师兄弟，实力还是非常不俗的。MMA 战绩24胜4负，在国际擂台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。这是他在湾冠军赛的首秀，他的对手是韩国的不败战神金大焕，因为他13年从未被 KO 过，于是就有了不倒翁这个称号。他不仅抗击打十分出众，爆发力也很强劲，所以就造就他如今嚣张的气势，觉得能在中国的搏击界打出一片天地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赵志康的身形明显有很大的优势，他最擅长的还是散打招式，在中国散打界还是排得上名号的。金大焕则一直在虚晃身位，他似乎是想将赵志康带入到地面中。金大焕呢，身穿的是白色的短裤，赵志康体型有优势，那么看中距离上面是不是能控制住对手？对，赵志康穿的是散打短裤，是用自己的办法。金城正和呢，他现在如果碰到这个喜欢跟你打站立的选手，他把人带入地面的能力现在是远远不如当年了。对，这是金城正和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缺陷啊。赵志康将距离控制得非常完美，不过金大焕的步伐移动也非常快速，他的压制力还是不可忽略的。对手的站立打击非常迅猛，赵志康就猛冲猛打，将金大焕的节奏给打乱了，将对手压制在围绳边，随后再找机会将他带入到地面中。比迎击这段时间呢，赵志康还是整个应对方式上面还是挺不错的，分量挺重，但是没有做后续进攻，而且呢拧身就跑，把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对手，这是兵家大忌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！赵志康前手格挡对方的高鞭腿。虽然赵志康的攻势很猛，不过击打效果并不是很大，并没有给金大焕造成很明显的影响。他出拳的力度并没有达到，再加上金大焕的抗击打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想要将他终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两人现在正在进行角力赛，都想将对方带入到地面中。自己打身后，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挺危险。漂亮，后手拳，空背拳是。今天呢，赵志康上场之后，前手后手2下都把对手金大焕给打笑。中距离的拳要多打，是。今天现在看效果很好，因为他臂展优势很明显啊。赵志康这一整个回合基本都在主动进攻，不仅没有给金大焕造成什么影响，还耗费了自己很多的体能，这一点还是非常危险的。看下一回合他会转变战术吗？那今天晚上金大焕呢，在身高上面其实反倒成为了一个优势，不太好摔他。因为赵志康以往的比赛的话，非常擅长去打一些摔拿的技巧，打一些地面的缠斗技术，近身走嘛。毕竟今天布朗皮纳在比赛当中是用出来了。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，赵志康还是占据着比赛的主动权，不过金大焕一直刺拳控制距离，并不给金大焕这样的机会。他腿低起来啊，对，这样的办法来卸掉他这个力量啊。预的5场的预赛都打出了终结。喂，半摔，这一下对方拿了一个。比赛终于进入到了地面战，金大焕一个翻身拿到了背部，结果还没有形成就被赵志康摔下来，随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地面砸击，紧接着就死死的将金大焕压制在身下。此时金大焕的眉弓已经被打裂开了，赵志康还在不断的转换身位控制金大焕，他的绝对力量还是很强大的。脸上就有划痕出现了，赵志康，哇，漂亮，身位的转换做得很不错，有裸脚的机会。位置不够，对方的胳膊在里边。右手已经是绕到对手的颈部以下，但是呢没有办法控制住，所以说现在赵志康只能打背后的砸拳来，先把他给调动起来。不过现在赵志康呢双腿控制的是很不错了，现在这个扣搭的很。此时赵志康拿到了断头台的把位，结果一个重心不稳就被金大焕压制在身下。但是赵志康有体型上的优势，金大焕想控制他也并不容易。赵志康的比赛经验并没有对方那么丰富，不过赵志康并不会轻易被终结掉。危险，有点危险。赵志康跟对方拼力量，金大焕危险！哇，这是一个好的落脚法位，不错，出来了。赵志康的核心力量很好，看今天连续蹲一下对方。赵志康现在被对方控制在封闭式防守当中。这回合最后的时间里，金大焕又开始了他无赖的打法，就是躺在地上不站起身，这是他之前经常使用的招数。这回合赵志康的表现非常不错，在地面上给金大焕带来不小的压制力，都不站起来就是要拖到比赛结束。不过呢，在这一回合，赵志康呢，不要发动机打住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决胜局，赵志康还是延续他之前的打法，不断的步伐移动，想要打进金大焕的内围。
他在体能上消耗还是比较严重的。赵志康整场比赛基本一致处于主动进攻，他不断的想办法将对手带入到地面，他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没错，虽然赵志康像前面天琪说的，是一个在地面呢同样很有办法的选手。哎，你看赵志康还想进地面。刚刚呢，金大焕我们看到在间歇期的时候，摔得漂亮，一个漂亮拦腰摔。赵志康和对手之间呢，在战力方面，对方对赵志康的拳腿方面呢，没有什么威胁。说实话，是。这时候金大焕就开始频繁进攻的，不断的重拳攻击赵志康，想要在点数上占据一些优势。不过他的出拳有击打后脑的嫌疑，金大焕还是有些不服气，他还想跟裁判进行理论。不过裁判并不理会他，似乎眼睛有点转啊，在向自己的团队在示意，被对方打了一下后脑之后呢，现在整个人视线有些模糊。对，我这边也过来要请医官过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就是两个人在换拳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击打后脑就是比较严重的违规。比赛重启之后，在两人的近身拼打中，金大焕又有击打后脑的嫌疑。赵志康对着裁判示意。但是金大焕竟然还指着赵志康的鼻子怒骂，这一次裁判并没有暂停比赛，两人又开始了最后的拼打。都在警告两个人不要用头撞对方。对。赵志康呢，这段时间感觉时间不太够了，所以说想去抱摔对手。毕竟是金大焕这位选手是打过比比亚诺的选手，所以说必须要懂得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。赵志康的右侧的颧骨也已经肿了。终于比赛结束，金大焕在最后的时间里将自己的优势打回来了。最终在裁判的一致判定下，金大焕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他的抗击打以及爆发性都是很强的。大家是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我要比如花